全球的数字化生活将在72小时内陷入癱瘓，没有芯片就没有现代文明。这种极度的地理集中，让这里成了21世纪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供應鏈從來不是抽象的，它就是現實中的戰場。一位美國知名的所謂中國通記者寫道：美國發起對華芯片戰的目的是 eradicate， 這個詞含有滅絕、連根拔起的意思，試圖鎖死中國的未來。這不是一場關於貿易的爭端，這是一場關於誰有權進入未來的死鬥。20世紀的衝突是由原油驅動的。為了控制波斯灣的每一滴黑色液體，帝國興起，又在沙漠中湮滅。但2026年，這種邏輯徹底失效了。現在的石油不再是流動的液體，而是被刻實在硅片上的肉眼不可見的晶体管。當摩爾定律撞上了物理極限的牆壁，當1納米成為了人類技術文明的馬奇諾防線，一場無聲的圍城戰已經打響。而在這場死鬥中，全球對單一地理區域的依賴成了最大的地緣風險。大家好，我是阿強。在工程學中，最致命的風險被稱為單點故障，就是說，只要這一個節點失效，整個系統就會徹底崩潰。而今天的世界經濟正面臨着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一個單點故障。如果我們觀察今天的地緣版圖，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全球最先進的算力全部集中在一個極度脆弱的地理半徑內。你可能很難想象，支撐全球人工智能算力最先進的智能手機以及衛星防禦系統的芯片，超過90%都產自一個被稱為龜頓的極小地理半徑內，這裡就是台灣。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地理的詛咒。在2026年的推演中，一旦這個區域發生任何形式的波動，無論是颶風、地震，還是地緣政治上的斷層掃掠，那麼全球的數字化生活將在72小時內陷入癱瘓，沒有芯片就沒有現代文明。這種極度的地理集中，讓這裡成了21世紀最敏感的神經末梢。供應鏈從來不是抽象的，它就是現實中的戰場。於是，封鎖再次成為中美博弈的不二手段。歷史總是押韻的，但武器正在進化。19世紀，帝國通過軍艦封鎖對手的港口，而到了2026年，封鎖發生在了納米級別。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實施一種名為源頭絞殺的戰略，他們不再需要在公海上攔截貨輪，他們只需要在光刻機協議上簽字。通過掌握 ASML 的 High-NA EUV 光刻機以及核心的設計軟件 EDA， 華盛頓在技術源頭構建了一個無形的數字馬奇諾防線。他們判定，只要中國無法獲得這些能刻實2納米及以下電路的精密工具，中國就被擋在了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大門之外。這是一種新型的圍城，不圍困人口，而是圍困算力；不切斷糧食，而是切斷通往未來技術高地的入場券。然而，圍城戰從來不是單向的。如果說西方控制的是工具，那麼中國控制的就是土壤。那中國又是如何利用對鎵、鍺等關鍵半導體材料的絕對掌控，反向切斷西方的實驗室供應的呢？2026年，北京打出了籌謀已久的王牌，稀土與關鍵礦產的反制。當西方在為光刻機的禁運而慶賀時，中國的禁令已經讓全球半導體實驗室陷入了無米之炊的窘境。鎵、鍺、石墨這些聽起來陌生的名詞，卻是雷達系統、電動汽車電池和高性能芯片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中國並不需要切斷所有貿易，他們只需要通過对這些微量元素的配額管理，就能讓西方的供應鏈像缺血的肢體一樣慢慢壞死。這是一種冷酷的對沖。如果你不讓我制造未來的大腦，那我也不會讓你擁有制造心臟的原料。在這場博弈中，泥土與光束成了2026年最昂貴的籌碼。在2026年 ，ASML 的 High-NA EUV 光刻機
不再僅僅是機器，它是這個時代的核武庫。製造2納米芯片比造原子彈還難，枯燥的物理極限也隨之演化成了一場觸目驚心的原子戰爭。很多人會問，為什麼一個指甲蓋大小的芯片能讓2個超級大國賭上國運？因為在2026年，2納米芯片的製造難度超越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項工程，包括曼哈頓計劃。在2納米的尺度下，我們已經觸碰到了物理學的幽靈。在這裡，電子不再像水流一樣乖乖聽話，而是會發生量子隧穿，它們會像幽靈一樣穿牆而過，導致芯片燒毀或失效。為了控制這些幽靈，光刻機需要將紫外線反射在誤差不超過幾顆原子厚度的鏡片上。如果鏡片的大小有德國版圖那麼大，那麼它的起伏不能超過1厘米。這不是在製造機器，這是在原子層面上雕刻上帝的指紋。面對這一技術壁壘，面對全方位的封鎖，中國集結舉國之力進行去美化生產線的突圍。不誇張，這就是一場發生在原子層面的凡爾登戰役，技術史上的凡爾登戰役。每1納米的推進都要消耗數十億美金，這不僅是資金的投入，更是意志的消耗。每1納米的推進背後都是數以千億計的人民幣和數萬名頂尖工程師的通宵達旦。在這裡，華為成為了這場突圍戰的旗艦。2026年，他們不再僅僅滿足於芯片設計，而是深入到底層的 EDA 工具，甚至參與到光源物理的聯合研發中。通過疊加技術和特殊的封裝工藝，他們試圖在不依賴最先進光刻機的情況下，實現接近頂級芯片的性能。這是一場因壓制而產生的寒武紀大爆發。當外部水源被切斷，中國正在自己的地層下挖出一口又一口深井。然而，這場戰爭沒有真正的贏家。世界地圖被一分為2，一邊是藍色的美系標準，一邊是紅色的中系標準，中間交界處就是高聳的數字圍牆。整個世界正在墜入硅簾幕 Silicon Curtain 的陰影之中。相互脫鈎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由於標準分裂，硅簾幕世界也正在分裂成2個互不兼容的技術生態。過去30年，全球化的半導體分工讓我們享受到了極低廉的算力，但現在這種效率被徹底摧毀了。在美國，為了實現本土制造，工廠面臨着驚人的勞動力成本和效率低下。同樣的芯片，在美國生產要比在亞洲貴出50%。更可怕的是標準的分裂，未來我們可能擁有2套互不兼容的 AI 系統，2套完全不同的 6G 網絡。當人類的智慧由於技術偏見而被迫分裂成2座互不理解的孤島，創新的速度將整體放緩。2026年的這場圍城，困住的不僅僅是對手，更是整個人類文明向更高級算力跨越的步伐。在2026年的半導體戰爭中，中立也成了一個極其昂貴的奢侈品。德國、荷蘭、韓國、日本處於美中2個巨大的引力場之間左右搖擺。在權力版圖的重組中，中立在消失。大國博弈下的中間地帶，不少國家曾經左右逢源，但2026年是一個必須站隊的年份。歐洲夾在對美國的安全承諾與對中國的市場利潤之間，承受着陣痛。東亞的韓國與日本也在這一輪洗牌中尋找着各自的生存空間。夾在中美之間，這些國家就像棋子一樣，在中間劇烈晃動，摇擺不定。每一個中等強國都已經意識到，如果沒有自己的芯片產業，他們將淪為大國的數字殖民地。在2026年的半導體戰爭中，中立不再是一種智慧，成了代價極其昂貴的奢侈品。柏林和海牙的街頭，往這邊看是莊嚴的北約大樓，往那邊看則是通往中國的繁忙的集裝箱港口。歐洲正處於一場精神分裂般的陣痛中。在布魯塞爾的會議室裡，安全承諾重於泰山，那是來自華盛頓的防禦保護傘；但在海牙和柏林的董事會裡，市場利潤才是企業的生命線。荷蘭的 ASML 成了這種痛苦的化身，他們擁有制造未來的機器，卻被禁止賣給他們最大的客戶。
德國的汽車巨頭們也發現，如果沒有中國的市場，他們向電動化轉型的巨額投資將化為泡影。歐洲意識到，在安全與繁榮之間，已經沒有了可以平穩降落的中間地帶。他們每向一方靠攏，就意味着要親手割捨另一方的未來。如果說歐洲是遠方的陣痛，那麼東亞則是近在咫尺的火藥桶。首爾、東京、三星、海力士、索尼、韓國和日本這兩個半導體產業的傳統強國，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走鋼絲。韓國面臨的最殘酷的抉擇是，他們的工廠在中國，但他們的核心技術和專利許可卻來自美國。失去中国市場，三星将失去血液；而失去美國技術，三星将直接失去靈魂。日本則像是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正試圖借助這場危機完成產業復興。通過向美國靠攏，他們試圖重新奪回在80年代失去的半導體霸權。但這不僅僅是經濟競爭，更是一場生存遊戲。在2026年，東京和首爾都明白，一步踏錯，原本繁榮的工業地帶就會淪為大國衝突下的一片廢墟。何止是歐洲與東亞、印度、東南亞，甚至巴西，這種極端博弈下的擠壓，催生了一種全球性的意識覺醒。每一個中等強國都突然意識到，如果你沒有芯片產業，你就沒有真正的主權。2026年的世界，如果你無法自主生產處理數據的算力，你的國家就像是在使用別國的貨幣，呼吸別國的空氣。這被稱為數字殖民主義的恐懼。為了不淪為大國的附庸，我們看到印度在重金補貼晶圓廠，東南亞在拼命留住封裝線。這些國家不再滿足於做組裝中心，他們想要的是那一塊硅片的掌控權。因為在2026年，芯片就是主權，芯片就是邊界，芯片就是這個時代的核按鈕。如果你生活在中美之外的這些國家，你會選擇哪一邊呢？我們站在2026年這個坐標點向後看，你會發現世界已經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整體。半導體的圍城戰最終將帶我們去往何方？我們置身其中的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神經元網絡，而這個網絡正開始出現裂痕，正在分裂成3個不同的演化分支，而人類的未來也正在分化成3種互不相干的现實。第一個现實，徹底的脫鈎。Rape our country, and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世界分裂為2個平行的科技宇宙 ，The Parallel Universes。想象一下，我們的地球裂成了2半，每一半都被不同的能量場包圍，一邊是藍色的星鏈網絡，一邊是紅色的北斗生態，兩邊使用完全不同的編碼風格、AI 邏輯和通訊協議，這就是硅聯幕的永久化。世界將最終徹底撕裂成2個互不兼容的科技宇宙，你手裡的終端無法連接另一半的服務器，你的 AI 助手無法理解另一半的語言。這不再僅僅是貿易戰，而是文明的演化分叉。人類為了安全付出了效率的慘痛代價，我們或許能各安其道，但作為一個整體，人類文明向星際跨越的步伐將在這裡被拖慢至少半個世紀。第二個現實，慘烈的妥協，廢墟上的痛苦共存 The painful coexistence。 再想象一下，2個遍體鱗傷的巨人坐在一張搖搖欲墜的桌子兩端，他們手中握着各自的芯片，彼此連接，但這種連接的代價可能是混亂的股市和蕭條的工廠。這就是在意識到雙輸後的慘烈妥協。當在這場死鬥中，經濟蕭條席捲全球，當每一個中產階級都感受到科技停滯帶來的痛苦時，雙方會意識到，在這個極度需要相互依賴的地球上，沒有人能獨自在孤島上繁榮。這是一種極度脆弱且充滿敵意的痛苦共存。我們依然彼此防備，我們依然在暗處博弈，但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維持着一根最細的供應鏈紐帶。這種和平沒有歡呼，只有在冷戰陰影下艱難呼吸的疲憊。
第3個現實，未知的變數，硅基遊戲的終結 The Quantum Disruption。再發揮一下想象力，一個晶瑩剔透的光量子位 Qubit 在黑暗中爆發，瞬間將所有的硅片、晶體管和圍牆全部震碎。廢墟中，全新的光芒耀眼地升起，某種新技術如量子計算的橫空出世，徹底顛覆了當前的硅基遊戲規則。對未來的最宏大的預測就在於那個未知的變數。當人類在2納米的硅牆前殺紅了眼時，一種完全不同的底層邏輯正在成熟，可能是量子計算的破局，可能是生物芯片的覺醒，也可能是完全不依賴现有光刻技術的全新路徑。當某種新技術徹底終結了硅基時代的規則，2026年的這場圍城戰在後人看來將會變得無比荒謬，就像2個在蒸汽機前爭奪馬車優先權的古人。現在我們無法知曉未來的世界會怎樣，唯一可以確定的是，2026年之後，那個曾讓我們人類引以為傲的全球化時代的舊的自己，已經再也回不去了。我們曾經以為互聯網會讓世界變得扁平，但2026年的現實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顯崎嶇。這不僅僅是中美之爭，而是人類文明在資源匱乏與技術瓶頸雙重壓力下的集體焦慮。當硅片成為了新的國界線，我們必須追問，在追求這種絕對主權的路上，我們是否正在親手扼殺那個曾經為人類帶來繁榮的全球化時代？帝國在崩塌，而新的秩序正在這一片片指甲大小的硅片上重新雕刻。It's a great honor to be with a friend of mine, really for a long time now,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very, very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President of China. And we will be having some discussions. I think we've already agreed to a lot of things, and we'll agree to some more right now.